等待了9个月，我终于实现了这个梦想。To the moments passing by, but I know they're never wasted, 'cause I've locked them in my mind. 花费超过100万日币，3天2夜深游探访 ，start。嗨，大家好，我是平克，不是平井。我们现在来到了上野站。今天的旅行呢，非常的特别，要来搭乘 JR 东日本邮轮列车四季岛。日本3大邮轮列车分别为 JR 九州的七星号、JR 西日本的瑞丰，以及本次搭乘的 JR 东日本四季岛。不管是哪一台，搭乘一次都要数十万甚至100万日币。纵使如此，由于每次申请的人都远远超过一次运行的人数，因此也要幸运被抽到，才有办法搭乘。对，因为去年啊，突然发现它的运行日当中竟然有我的生日，我就想说，这个不申请看看不行结果一申请，没有想到申请上了。所以呢，今天的这部影片就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3天2夜四季岛的旅行。そうです。はい。专用的门。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首先，我们被带领到四季岛乘客专属的休息室 ，Prologue 意为序，象征着这场旅程的序幕将在此揭开。我们品尝了四季岛的原创茶、味增费南雪及迷你铜锣烧。这个好好喝，好香哦。接着我们会到月台上迎接四季岛进站。来ました。どう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どうぞ皆様3日間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いたします。听说厕所很漂亮，所以就跑来了。它这个一整间呢是可以上锁的，觉得好好笑啊！来朝圣厕所。13.5 番線のゲートでございます。はい、こちらから皆様もご案内いたします。はい。はい、どうぞ新たな旅立ちでございます。どうぞお越しくださいませ。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ここは四季島のお客様しか通ることができない大変特別な場所でございます。出发了。トランスイート四季島は出発前に奥車両センターでメンテナンスを行っております。往年活躍してきました寝台列車北斗星やカシオペアも奥車両センターの所属です。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四季岛整台列车的设计概念。四季岛呢是以四季春夏秋冬为主题去打造，有10节车厢，头尾呢就是我现在所在的展望车厢，它的主题是春季。那它体现春季的地方就是我们的地毯，叫做 Koke， 苔藓，绿意盎然，欣欣向荣的感觉。设计这块地毯的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威严吴先生，是使用3形贯通这样子的工艺品去制作。有没有人也是他的粉丝呢？这个车窗可以说是四季岛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它其实是以树枝之间交错洒落的阳光那种意象打造的。第5节车厢名为 Lounge Komorebi， 整体空间围绕夏季打造。Komorebi 汉字写为木漏日，意指从树枝间洒落的阳光。在这里有宛若树木的装饰，模拟树枝交错的缝隙所设计的车窗。灰黑色的地毯也是以一缕缕阳光穿过树丛，在地板上投下的浪漫光影为图案。从5点到24点，可以在此享用小点心及各式饮品。晚间还有特别的宵夜菜单，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待在这。
第6节车厢名为 Dining 四季岛，是我们用餐的空间，主题为秋季，带有食欲之秋的意涵。那现在呢，带大家来看我们这次入住的903号房。客房呢，它是以冬季为主题打造的。现在所在的这个呢，它是叫做 Suite 的房型，在整台四季岛当中有15间这样子的房间。除此之外呢，还有2个房型，分别是最高级的四季岛 Suite 以及下一个等级的 Deluxe Suite。希望未来有机会也能够住住看。首先想要分享给大家的又是地毯，它本身也是我前面提到的山形断头，叫做乌米。据说它就是模拟那种冬季阴沉的黑暗的海洋吗？对，我觉得还蛮有趣的，竟然会以这样子稍微有一点忧郁的东西来当做这个地毯。后来我现在所坐的这个，目前看起来虽然是沙发，但是呢，我们中间下去观光的时候，它就会来把它变成床。那我们刚刚一上车啊，我们事先寄送的行李就已经在我们的房间里面了。房内呢还有一个小圆桌，现在看到的这个盒子里面是我们房间的钥匙，很漂亮耶，这个镂空。一边是衣柜，另一侧呢则是保险柜以及冰箱。冰箱里面呢还蛮多饮料的，都是可以自由喝。最上面呢是我们这一次有跟他们租借防寒的大外套，这个呢是给我们放行李的，不过里面目前呢有我们租借的雪靴，下去观光的时候就会穿这个鞋子。接着呢会把行李放到这个里面，它也有皮带，以防它滚出来夺门而出。卫浴的设备在这扇门的后面，淋浴间整个看起来真的非常像饭店里面呢。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厕所旁边有3个小窗户，都可以打开，但是因为这里是厕所，推荐大家还是把它关起来会比较好。备品吗？这里有一个木盒，好多东西哦，有梳子、小毛巾、漱口水啊，有耳塞耶。底下这里有一个小柜子，好像是吹风机。如果要用吹风机的话，就是用这里的插座。在浴室旁的柜子呢，则放有玻璃杯、开罐器以及一个小盒子。床头有附一个 iPhone， 它的画面上面直接就告诉我们行程呢，好酷哦！这个是纪念品小别针。来，我们来看一下安迪今天的穿搭。因为我们出发前他有寄小本子给我们，当中就有说服装大概是穿这个感觉，然后我们看了之后就非常紧张，想说天哪，所以有特别打扮一下。应该还可以吧？很好啊，我觉得很好。那我的话呢，则是选择了一个青绿色、黄绿色的小洋装，因为四季岛它的车体是有点香槟金的颜色，黄黄绿绿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一套应该蛮不错的，于是就购入了，而且它特价，这样四季岛上你跟人家谈什么特价？有没有关系？这样子一套下来不用2万日币，16000左右而已。真的哦？对啊，还不错吧？很棒哦。嗯。我们要来用餐，是我们在四季岛第一餐。今天呢，中餐是由在立木县的一间叫做 Otowa 的餐厅，主厨直接搭上这台车为我们料理所有的餐点，非常的感谢。它是香菇浓汤，像卡布奇诺的做法，上面有一层泡泡，一上菜啊就能够闻到浓浓的香菇味。这个呢是使用白干雕，上面的鱼皮呢烤得脆脆的，很好吃啊！这个葱超甜的。真的哦。好甜哦！它那个鱼皮弄得超级酥脆，整个对比有做出来。最后一天他说最难忘的东西是什么？我会说哦，白干雕。接着来到主餐，甜点来了，叫做乌夫阿拉内煮，据说是将打发的蛋白加热制成的，口感绵密轻盈，一下就化开，让人有在吃云朵的感觉。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最后的咖啡红茶，它的容器也非常的别出心裁，特别是安迪的这个杯子，但蛮不方便喝，很怕咖啡会从凹凸那里往下流。红茶的杯子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然后也可以看到它底下托盘啊，也是有四季岛的 logo。吃饱饭没事，我们跑去第一节的展望车厢。它和最后一节的展望车厢一模一样，然后车长啊超亲切的，主动提出要帮我们拍照。第一天的观光行程预计16点44抵达岩手县北上站后开始，所以在这中间我们跑到 lounge 休息。能喝酒的话一定要试试四季岛才有的原创调酒，它们分别是柚子搭配琴酒的脆，以及气泡日本酒加上樱花及桃子粉嫩嫩的校花。那因为安迪他已经红了，这一杯也由我接收，呵呵。刚刚我们有打电话，因为车内其实是有附一台电话，可以跟车内的人员联络，询问一些问题。但是他那个讲电话的讯号就还蛮不好的，会一直断，听不到他的回复，或者是他听不到我的问题。车上还有放一张今天的行程。看什么？车子里面。哦，真的耶。哦。先这样钻出来。接着我们要搭四季岛专属的巴士，从北上站移动到原野物语之馆看神乐演出。这台巴士也是设计四季岛的奥山清行先生所设计的，座椅使用天然皮革，每个座位都有插座、靠枕，脚边也有很多机关，坐起来十分舒适。原野物语是日本著名的传说集，当中记载了岩手县原野地区的大小传说。1个小时的车程中，四季岛请了一位当地人，用方言朗诵了其中几则故事。不知道日本人听不听得懂，我是几乎听不懂啦。但我蛮喜欢这样的安排的。神乐是献给神明的舞蹈，这次我们观赏的神乐据说已经有500年的历史，在包含原野的岩手县中部一带，过去有一群被称作修验山伏的修行者，以早池峰山为灵山进行修行。当时他们为神明所跳的神乐一直传承到了现在。为了保留这个文化，目前在原野物语之馆神乐座会进行夜间演出。首先看到的这个名为龙殿之舞，整个故事是以古世纪的让国神话为主题，演绎2位天神平定四方的场景，是驱魔逐鬼的祈祷舞。接着呢是祈祷全线舞，这里看到的狮子为神明的化身，在当中狮子会有一个咬的动作，应该是象征神明将不好的东西去除。过去的人呢会将狮子咬过的酒视为药酒，会用狮子咬过的水扑灭火灾，并相信让狮子咬头或身体就能无病无灾。在最后的纪念照环节，我们也让狮子咬了头。接着我们再度上车，前往吃晚餐的地方。
现在是在原野站附近的一间餐厅寻菜和田。我们每一组客人都有自己的半包厢，每一次用餐前，服务人员都会跟我们确认不吃的食材以及更换的食材，很棒。因为一般搭乘观光列车啊，他们是没有在对应过敏还有更换食材的，不愧是四季岛。这间餐厅专注使用当季食材制作每一道日本料理，口味淳朴，造型不铺张，却能品味出料理人对每道菜的细腻处理。旁边的这个叶子啊，叫做叶芥末，是能够食用的新香料，能够搭配生鱼片一起品尝。这吃起来就是草，不觉得吗？吃起来就是草。对。接下来这一道好帅哟，竹子的茶碗蒸。这道也是店家的人气料理。好吃好吃。这道料理菜单上是写以鸡公美喜，原本以为是草莓饭，没想到是海胆鲍鱼炊饭。似乎在青森有一种叫做草莓煮的乡土料理，它是使用海胆及鲍鱼煮成的汤，所以这道炊饭才被命名为草莓饭。我觉得这个真的超好吃，但吃到这里已经吃不下了。最后的甜点也很特别，是原野当地的乡土料理，叫做 K 兰。餐厅人员说打开盖子就会知道为什么叫做 K 兰了。然后我一看，然后说そうです，然后我想说那你心里就是问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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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后面才解说就对，就像鸡蛋一样。我想说原来是鸡卵的意思，里面是包红豆。其实就是红豆汤。確かに鸡血了。素敵なお料理の数々、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现在回到原野车站，下雪了，好美哦。寒い。寒い。は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すいません。いらっしゃいませ。いらっしゃいませ。右側でございます。我们回来之后，房间就变成晚上的版本了，而且超可爱的，因为我们把游戏们留在房间，他帮他们盖被被，太可爱了。回来之后呢，也拿到了新的行程表。有。真的？合同，不是合同。真的耶。合同。不是合同。安迪发现底下有放一个音响，可以放音乐，可是要 CD 自己带耶，也是有一点点带。努力找网络的评课。对啊，现在满格，可是影片发不出去，崩溃。在影片终于发出去之后，我们决定去吃点宵夜。誕生日おめでとう。一緒に撮ろう。哇，谢谢安迪。幸せな誕生日をお過ごしください。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哇，好棒！谢谢四季岛。那接下来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宵夜。晚上我们点的是四季岛原创调酒的无酒精系列，还有水果拼盘，草莓分别是以果实大力饱满闻名的 Skyberry， 以及近年获得多项大奖的新品种阿玛林。阿玛林很甜，草莓味也很浓厚。搭车的这几天疯狂吃它，吃着吃着，安迪默默开胃，竟然还点了拉面，听说很好吃。很棒的是分量可以请服务人员做调整，想吃多吃少都没有问题。最后我们又点了一个布丁，我们真的好疯狂，这个焦糖恰到好处的苦甜，好吃。早
安，我们来吃早餐，拿到了纪念品，然后还有宫泽贤治的一个文章《雨にも負けず》。風にも負けず应该是很经典的文章啦。今天的早餐呢，从6点半开始提供，最晚入场时间是7点半，对我们压线，真的好早哦。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和风的早餐，是来自岩手的一间料亭居龙。目前呢，这间料亭的女将也在车上为我们准备这一系列的早餐，太厉害了。主菜是日本东北三陆海岸在过年时会吃的蝶鱼，丰富的鱼卵象征子孙昌盛，是带有好意头的食材。这里有一个原本以为是塑胶的，结果是玻璃耶。他说是重现三鹿瓶盖饭，好像是会用牛奶瓶将海鲜的料放在里面的一个当地盖饭。这个汤叫做 Hizumi Jiru， 是乡土料理，有七味粉可以搭配。好，那现在8点半，我们抵达了青森站，接下来呢要转乘我们专属的巴士到各自的观光景点。因为这一次冬天的深游探访行程，它是有2个 course 可以选择。好，那我们出发，すごい。也获得纪念品，这是幸运的铃铛，跟青森著名的睡魔祭有关系。在睡魔队伍中有热情跳舞的跳人，他们身上的铃铛有可能掉到地上，若捡到这些铃铛，据说幸运会降临。第一站，我们到了太宰治纪念馆斜阳馆。这栋建筑物为太宰治小时候生活的家，因为父亲是大地主，是不折不扣的豪宅。在战后曾经变成旅馆，后来被当地行政机关买了下来，成为了这位著名小说家的纪念馆。然后参观时是有导览员的，每个人能透过无线电清楚地听到讲解，觉得很酷。第二站是我选择这个行程的理由，就是京青铁道暖炉列车。3、2、1。这台车可以说是青森冬季的风物诗。我们会从金木站搭到京青五所川原站，车程只有约20多分钟。虽然很赶，但我们是包车，所以短时间内也是把该体验的都体验一轮了吧。出发了，出发了！美味しいですよ。萨摩，好硬哦！哦，你好厉害哦，你牙齿好好，你小心哎，很晃。好，那我们刚刚从暖炉列车下车之后，又搭了大概快要1个小时的车吧，又睡了一下，来到了在青森弘前市的一间餐厅，它叫做里帕酒。我们直接包场了，桌上呢摆了菜单，它直接把青森的地图画出来，告诉我们使用了哪里的食材。还蛮喜欢这次旅行的其中一个点是，他们非常注重沿线在地，能够更全方位的了解一个地区的感觉。安迪的过敏对应看起来超好吃，我的也不错啦，有虾虾。他好像说这个是用 sakura no chip 去熏制的，他说烤过之后一整只都可以吃。
ちらは人参にございます。甘いソイートのような人参にございますね。スープ、キャロット、人参、スープに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あれがですね、アスパラのそのアスパラとは違うんですけれども、まるでアスパラガスのような甘みと食感、菜の花、菜花って黄色い花をにも咲かせるんですけども、その先端が黄色い花だったんですが、そのアスパラのような甘み食感からそのアスパラ菜と名付けられた食材を上に乗せておりまして、このアスパラのと冬の時期に出回るお野菜でございました。アスパラ菜。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やもうすごい嬉しい一言でございますよ。そうなんです。その合わせっていうのがポイントでございまし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次のパスタも絶品でございますので、お待ちくださいよ。接下来呢是肉料理，它呢是使用青森县的蒜头猪，是从小就让猪吃青森县产美味的蒜头长大的猪，它的肉质据说非常的鲜甜，超嫩的呀。オーナーシェフの原田健と言います。はい、このお店オープンして15年目になります。主厨说他是青森县出生，过去在大阪跟东京工作，后来小孩出世才决定回到青森，才在红前开了这间意式料理餐厅，食材几乎都是精选当地所生产的。上网查了一下，日本人对这间店的评价也是很高，大家到青森自由行也可以考虑到这边用餐哦。第3站，我们来到了红前练瓦仓库美术馆，要来体验金青小金刺绣。据说江户时代的农民不能穿木棉制的衣物，所以只能穿好几件麻布御寒。当时会在经过蓝染的麻布上，以白色的棉线绣上几何图案。除了美观外，更多的可能是以棉线增加布的密度及厚度，穿起来才不会太冷。话说这个刺绣看起来简单，其实蛮难的。旗を振ってお見送りしてくださっております。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好，我们玩完了刚刚那个传统的绣法，安迪觉得如何？不知道在干嘛。こんにちは。哦，かっこいい。第2天已经接近尾声了。现在回到房间，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游戏？今天换地方睡。耶，生日快乐！接着来到期待已久的晚餐时间，第2天的晚宴十分隆重，行前也有特别注明需要身着正式服装出席，所以我跟安迪也为此认真打扮了一番，很帅。今天的料理呢，是由四季岛第3代的总料理长为我们精心设计的法式料理。第1道料理上方是鱼子酱，底下是螃蟹的慕斯，很像花田一样，好可爱哦。第2道菜是使用青森的黑蒜头及秋田比内地鸡的蛋所制作的咸派，它的香味非常的突出。旁边的这个蘑菇则是山形县产。第2杯茶，他说叫做春丽茶，口味呢是偏清爽的。第3道是香煎石斑鱼，最上方呢是宇都宫的柚子，底下呢还有生豆皮。
而且它表面真的有煎的香，最后淋上了无筋的汤汁啊，味道非常的温柔温和，很适合冬天的时候品尝。加上柚子又是另外一个不同的感觉。来到了主餐，这个呢是以我们主厨的出生地茨城精选的食材制作。首先呢是长鹿牛菲力牛排，旁边呢有用美肌莲藕，调理方式是盐釜烧，使用佐渡岛的盐把它覆盖起来，拿去烧烤。那底下的酱呢是和风的酱料。这边这个赤饭据说是主厨母亲的独自的食谱制成的。最后的最后，没有想到竟然觉得很温馨。对啊，好开心哦！开心。我以为只有你有，原来我也有。对呀。离开之前，池内总料理长还过来和我们打招呼。顺道一提，他最推荐的宵夜是四季岛原创拉面，有来搭的话请吃起来。3倍おかわりした人います。美味しくて。好，最后的料理是黑芝麻羊羹以及柠檬塔，搭配上乌巴红茶。天哪，被炸弹炸过！刚刚要出去吃晚餐，很赶，我们用到最后一刻。因为是最后一个可以吃宵夜的晚上，所以我们虽然已经有点饱，但还是到 lunch 报到了。美酒很好喝，水果很好吃。起司的话，我可能还要再修炼10年。然后我们很奢侈的请他们多给我们一点阿玛林，这个草莓真的好好吃哦。好，我们现在停靠在盛冈站，最后一个晚上了。难过。对啊，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特别快，真的期待很久嘞。从申请想说啊会中吗？不会啦，到收到通知忐忑，最后决定要来，而且中间有很多手续，填了很多的资料，打了好几次的电话，不是我打的啦，是他们打给我，就是跟我确认这个确认那个。但真的很棒啊！真的很棒。差不多要来休息，准备迎接明天最后一天的旅程。晚安。哇，天哪！第一站我们要去日本的国宝瑞岩寺。哦，好冷哦。松岛啊，好像不太下雪，因为是在海边。今天很幸运来的时候有积雪耶。瑞岩寺的本堂吉库里被指定为日本国宝，里面无法拍摄，所以没办法跟各位分享画面。但参观完我觉得超级推荐，里面有许多漂亮的拉门画，能一窥过去的日本美学。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搭这个松岛的游览船卡西基里。搭的是鳌巴 B course 30分钟。被推荐买的东西，还有这个，他说是什么一级棒之咪吗？就是我也不知道一级棒之咪是什么。直接看，他说就是只有乘船的人才可以买。乘船？对啊，不是搭船的人。结束第3天的观光行程后，我们就要从松岛站一路开回上野。
来到了在四季岛的最后一餐，这一餐是寿司，是由宫城县一间叫做史西希拉哈塔的店家所提供，非常的期待。好，我们寿司来了，从左至右分别是本マグロの大トロ、本マグロの中トロ、本マグロの醤油漬け，再来是比目鱼以及北极贝。第二盘前面3种都是赤贝，然后不同的做法，中间的呢好像是赤贝的 kimo 干的部分，然后甜虾以及阿那锅。不错，你的完全跟我看起来就是不同美女。哇安迪说这个葡萄汁超好喝，它是用一种叫做 Moscato Berry A 的葡萄，那种葡萄啊，平常是酿酒用的葡萄，但是意外的做成果汁也非常的美味。用完餐 ，Lounge 还举行了一场现场演奏会。整个行程来到这里，只剩下2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待在车上了。在下车前，简单分享一下我们房内的工艺品，不然好不容易搭一趟，却不知道这些用品的来历，就太可惜了。衣柜是模拟现代汤丝打造它的外观，把手的部分呢是岩手南部铁器，那上面的图样呢，它还把它做成编织的造型。再来呢，是我们入住的时候，服务人员递给我们的盒子，它本身是福岛汇金那边的一种传统工艺，叫做汇金图。这上面是它非常具有光泽的黑漆，四季岛金色的这个 logo， 它是叫做金枝石绘的一个工艺。这个盒子呢是在浴室啦，我把它搬过来，里面也是汇金图红漆，非常艳红的颜色。上面的这个也是金枝石绘。这个盒子呢，大家应该很容易会忽略，它是摆在我身后柜子的最底层。它呢本身是一种叫做甲州印传的工艺下去打造的，木头上面铺上鹿皮，再以漆去画上图文。这个图文呢，据说是以代表吉祥的意思的万字去把它做解体所形成的一个图文，所以是有吉祥意涵的哦。这个小小的花瓶啊，本身也是工艺品，它是星系的锤起铜器，上面的模样啊是职人一锤一锤把它打出来的。其实连垃圾桶都是工艺品哦。这个呢是来自青森县红前市的布纳口，因为布纳这种树它水分含量很高，所以其实是不太适合做这种制品的。但是这间公司呢找到了能够运用布纳来制作物品的方法，并且把它打造的非常的美观好看。那我之前曾经有去采访过他们的工厂，也是大受感动，也有买他们用布纳制作的杯垫，所以我是布纳口的用户。再来在餐厅及 lunch 还有以星系线的3条金物所打造的灯罩，秋田木工的曲木桌椅，天童木工的衣架，以及在上野站 Prolog 四季岛的椅子 Orizuru 都是来自东日本的工艺品。那我们3天2夜的旅行就要到尾声了。这里啊，分享一件事情是，如果各位也是要参加冬季的行程的话，建议大家上车可以跟服务人员要毛毯。外面的这一侧其实还蛮冷的，只有那个棉被的话稍微有一点不够。3夜午夜も到着してしまいました。好13.5号月台。回到 Prolog 四季岛后，我们一起回顾了这几天的旅行。四季岛的随车摄影师真的很会拍照。このトランスイート敷島での旅での出会いに感謝をいたしまして乾杯いたします。乾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最后四季岛的人员还邀请大家一起到月台摇铃送走四季岛。哇，在这个下班时间，不知道车站会不会收到客诉。然后啊，四季岛的摄影师川野边先生跟我们说，如果不赶时间的话，请我们留下来。他说要帮我们跟四季岛的所有人员大合照，整个很感动。